當華爾街大佬喊全倉買入的時候，你還在猶豫嗎？別告訴我你還在等市場崩盤才進場。你知道嗎？當 VIX 波動率飆到60的那一刻，那些真正的玩家已經把子彈全部打空了，而你呢，可能還在刷着手機，計算着要不要再等一等。這種極端恐慌每5到10年才出現一次，錯過了就是錯過一個世代的機會。讓我用最簡單的話說，如果你現在手握着現金等着抄底，那你根本沒搞懂遊戲規則。市場不是你家樓下的菜市場，不會因為你多等幾天就便宜2塊錢。歷史數據告訴我們，當 VIX 達到這種極端水平後的暴跌，通常在6個周內就會對稱恢復。這句話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以為的崩盤，可能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熊市陷阱。先說個冷知識，從2022年第4季度到2025年第4個季度，市場經歷了一輪完整的牛市周期。那現在呢，只是回撤了5%左右，納斯達克從高點下來也就那麼點幅度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叫大象打個噴嚏，螞蟻呢就以為地震了。關鍵在於理解市場的節奏感。川普政府澄清不會在2月1日對歐洲加征關稅，那這個信號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之前那些嚇得半死的資金開始回流，市場就像一只受驚的貓。當他發現那個聲音只是風吹樹葉，會迅速恢復到慵懶狀態。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美国10年期國債收益率背後的事情。川普想把它压低100個基點，這可不是隨便說說。如果成功，抵押貸款利率能從現在的7%降到5%，甚至4%的區間。你知道這對房地產市場意味着什麼嗎？就像給凍僵的市場注入了一針強心劑。那些因為高利率被困住的购房者會像潮水般湧入。我們再來看科技七巨頭過去6個月的表現，這才是真正的故事所在。那谷歌一骑絕塵，漲了72%，而微軟和 Meta 卻分別下跌了13%和14%。這說明什麼呢？市場已經不再無腦的買入所有的科技股，而是開始精挑細選。谷歌的 Gemini 正在搶占市場份額，從2024年初的悲觀情緒完全逆轉，這就是基本面說話的力量。再來看半導體板塊，這裡藏着更刺激的故事。美光科技從4月低點暴漲493%，沒錯，你沒看錯啊，是接近5倍。AMD 也有219%的漲幅，但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分歧點 ，AMD 是長跑選手，而美光呢是短跑冠軍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 AMD 有清晰的產品路線圖 ，MI450 系列2026年中期投產 ，MI500 系列1到2年後推出。更關鍵的是，2026年将是 AMD 歷史性的轉折點。它的營收增速将首次超越英偉達，會改變整個市場對 AMD 的認知，從炒作故事变成實際增長領導者。這就像馬拉松比賽跑到第35公里，那個一直被低估的選手突然開始加速，而且你知道他接下來5公里會越跑越快。如果市場轉賣為風險偏好 ，AMD 能衝到325到350美元。如果出現大牛市，目標是350到400美元。但美光就不同了，它坐在內存超級周期的风口上。高帶寬內存 HBM 需求爆發，短期呢漲幅驚人。可問題在於，內存是高度商品化的生意，價格周期性極強。當行業轉向時，美光會比 AMD 和輝達跌得更慘。這就像衝浪，浪頭上來時你能站得最高，但浪一退啊，你也是摔得最狠。市場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優質小盤股正在悄悄的起飛。什麼叫優質小盤股？就是那些已經證明商業模式可行，資產負債表健康，管理团队靠譜，實現長期盈利的公司。他們不是那種靠講故事圈錢的垃圾股，而是縮小版的優質企業。歷史規律告訴我們，牛市初期優質小盤股會先漲，如果進入大牛市，資金會開始流向更高風險的小盤股。這就像派對剛開始的時候，大家都很矜持，只喝香檳啊，到了後半场嗨起來了，各種烈酒都上桌了。還有一個被嚴重低估的目標 Honest Company， 它被市场錯誤的歸類為了低質量小盤股，但實際上呢，資產負債表比很多大盤股還漂亮，幾乎零負債，現金市值比極高，已經實現了盈利。這就像一顆被埋在沙子裡的鑽石，等優質小盤股持續上漲後，資金自然会輪動進來。耐克和雅詩蘭黛在過去的1月份分別上漲了12%和8%，而同期納斯達克下跌了7%，標普500持平。看懂了嗎？這是之前被市場拋棄的老古董正在逆勢上漲，這是價值輪動的信號。更有意思的是 Adobe 和 Salesforce， 他們現在的處境就像2024年初的谷歌，被持續創衰，但業績呢持續強勁。谷歌後來發生了什麼呢？成为科技七巨頭中表現最好的股票，
Adobe 需要展示 AI 產品的強勁增長和實際用力 ，Salesforce 呢需要證明 Agentforce 客戶採用率。只要他們持續交付優秀業績，投資者情緒會在年底前逆轉。這就像烏雲密布的天空，你知道太陽一直在雲層上面，只是暫時被遮住而已。說完機會也要談談風險。奈飛剛剛公布財報後啊，股價下跌了3%，原因很簡單，2026年預期增長放緩到13%，低於2025年17%和2024年的15.7%。更要命的是用戶參與度問題，會員數增長僅7%，觀看時長僅增長2%，意味着人均觀看時間下降了，這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號，用戶對內容的粘性在降低，而且17%的營收增長中啊，大部分來自提價而非用戶增長。定價權是有天花板的，有些電視平均50到60美元一個月，奈飛還有空間。但是當用戶面對多個50美元的訂閱服務時，可能會轉為臨時訂閱模式，用的時候訂，不用的時候就取消。通過數據統計和計算，奈飛的公允價值啊，大約在91美元附近，比當前的價格高9%左右，預期年化回報12%。這是一個中等的回報，不是必須買的價格，除非它再跌個10%到20%，才能提供足夠的安全邊際。這就像一個曾經的優等生開始考85分，雖然還不錯，但是已經不再是班級前3了。說到底啊，投資不是賭博，而是概率遊戲和時間藝術的結合。VIX 波動率指標是個簡單粗暴的參考系 ，VIX 達到30應該買入 ，VIX 達到40應該大量買入 ，VIX 達到50到60應該全倉買入。這不是建議你梭哈，而是告訴你市場恐慌到極點時啊，統計學站在你這邊。歷史數據顯示 ，VIX 單日跌幅超過10%，比如說最近的負15.89%，未來2個交易日都有85%的機會出現波動率反彈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市場會崩盤，而是短期會有波動。關注3到7年，而並不是3到7周或者3到7個月。那些試圖擇時的人，總是在如果市場崩盤的假設中錯過真正的機會。那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在奈飛跌到30%到37%後賣出，等待市場崩盤，結果市場反轉進入牛市，納斯達克上漲10%到15%，奈飛呢恢復到95到100美元，你就完美的錯過了這波反彈。優質公司在下跌時不應該賣出，除非基本面惡化。2026年的預測呢，年中可能會出現調整，類似於這個熊市的回調，但是全年收盤啊會非常強勁。調整的原因可能是政策變化或美聯儲新挑戰，新主席上台可能會帶來更積極的降息預期。這就像爬山，半山腰總要歇口氣調整裝備，但只要山頂的風景足夠美，最終呢還是會繼續往上爬。還有一個就是2027年的一些催化劑，像永利度假村，它的一個中東新物業即將開業。隨着開業時間臨近啊，炒作會在開業前6到12個月達到高峰，前提是中國市場穩定，澳門博彩數據持續良好。房屋建築商股票千萬不要碰長線，他們高度周期性，管理層總在股價高點回購，缺乏長期資本配置思維，只適合短線交易者。美國運通和 PayPal 這些被打壓的落後股，現在定價非常具有吸引力。Meta 當前的定價也非常有吸引力，這些都是可以關注的目標。2026年到2030年是 AMD 的黃金時期，內存超級周期讓美光短期暴利，但是長期高風險。優質小盤股正在啟動，被打壓的價值股開始輪動。而奈飛雖然穩健，但是不再性感，市場不會等你準備好才開始上漲。當所有人都在問現在能買嗎？這個時候呢，最好的機會已經在悄悄溜走了。逢低買入，而並不是轉為現機，因為這個遊戲裡啊，時間從來不站在猶豫者的那一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，不要忘記點讚、評論，同時呢，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老林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